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7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是谈呢，朝鲜他主动挑衅，炸毁了韩朝联络的一栋办公大楼。这个办公大楼呢，是在开城工业区。在开城工业区呢，朝韩呢，他们一直设立了一个联络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一个4层楼。在16号的这一天呢，朝鲜突然呢，就把这栋大楼呢，就把它炸毁了。通常呢，我们知道的，一般拆除一栋建筑物啊，都是采取的这种叫定向爆破的技术，也就是把这个大楼炸掉，对周边呢不要有什么影响。但朝鲜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朝鲜呢就直接用的是军用炸药去炸的。因此，这个大楼被炸毁之外，大楼附近的建筑物受到很大的损毁，有的大楼都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朝鲜就要这么干，为什么这么干呢？金宇镇上个礼拜就威胁过韩国，就说下个礼拜我就会把大楼炸掉。那果真他就把它炸掉了。这个大楼，文在寅在2018年还刚刚出钱装修了朝韩整个联络的所有的办公室啊，这里刚装修没几天，金宇镇就把它炸掉了。被炸毁的这个楼呢，总共是4层，其中呢，韩国官员呢，他们是在2楼办公，朝鲜官员呢是在4楼办公，3楼是他们共用的一个会议室，就是大家谈判就到3楼会议室去谈，平时呢各自办公呢，一个在2楼，一个在4楼。每天呢，大概有20多名呢朝韩的官员呢都在这个里面办公，其中呢双方都派出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呢在这个里面坐镇，而节假日呢他们也有人值班。按照韩国讲的，就是全年无休，促进韩朝关系、美朝关系改善重要的一个沟通渠道。那么这个沟通渠道的建立呢，是呢朝鲜在参加了平昌冬奥会以后，也就是朝鲜和韩国它的关系趋缓，那时候通过文在寅做工作以后，川普也愿意跟三胖呢直接当面会谈，而且川普呢分别2次跟三胖举行了正式会谈，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河内。还有一次，川普呢在参加大阪峰会时候，顺便到了这个三八线，到了板门店，然后三胖呢跨过三八线呢，跟川普呢有一个历史会面，也就是川普跟三胖直接见面已经见了3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朝关系的改善呢，那么韩朝的关系当然也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川普跟三胖这个谈判，双方始终都不能够得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三胖，他一再欺骗川普嘛，他要求川普你先全部放开所有对朝鲜的制裁嘛，因为联合国一直是对朝鲜完全禁运制裁，三胖呢就要求呢你川普先放开制裁，我们再谈契合的问题，而他跟川普所承诺的要契的那部分全部没有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对三胖的谈判，尤其是那次河内谈判，川普听了几分钟，川普就提前走人了。川普没有兴趣再跟三胖继续磨时间，所以在河内谈判失败以后呢，实际上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呢就慢慢就变冷了。那么美朝关系变冷，必然是朝韩关系也就变冷。朝韩关系变冷之后，那么朝鲜呢，他经常呢就会挑衅。这几天呢，可以讲金宇镇很活跃。金宇镇为什么他那么活跃呢？那么有2个原因，一是呢，可能三胖真的是身体不好，三胖的身体他自己感觉到他扛不下去，他需要选择一个接班人。在目前他的孩子还比较小的情况下，金宇镇呢至少是可以作为，如果他现在就不在了，金宇镇马上可以立即掌管国家的权力，辅佐他的儿子。等他的儿子成年以后，可能这个权力呢再会交给他的儿子。这可能我觉得三胖做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做到家里面白头山血统的一个血统传递，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还有一种三胖呢，他身体呢并没有到了就说是肯定报废、肯定要死、肯定不行了，马上就要抢救，不是这个状态，而是属于他自己刻意低调的，然后不再处理国际事务，让他妹妹金宇镇过分的出头，让金宇镇在国际舞台上多亮相。而金宇镇要亮相，怎么亮相呢？只能是不断地找韩国的麻烦，跟韩国先制造各种摩擦，以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了。因为你直接找美国的麻烦，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川普现在是直接会修理你的。而他找美国麻烦，他除非他现在再放一个核武，他别的他跟美国去骂2句，美国不会理他。但是你要放核武的话，那就别怪川普翻脸了。因为川普曾经警告过三胖，如果你一旦再试验你的核武，这个核武达到美国认为确实是核武器级别，那么美国是肯定要对朝鲜严厉制裁的。所以说呢，他们现在不敢惹怒美国，但是他敢打韩国。所以金宇镇呢这几天呢他就很活跃，一是他哥哥希望他在国际舞台上多亮相，第二个他也是趁机找韩国的麻烦，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引起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所以他专门发表了声明，说是不满脱北者在朝韩边境韩国政府的一侧散发各种反对朝鲜政府、反对金正恩的传单，而且他狠狠地呛化韩国，告诉韩国说，不久以后就让你们看到朝韩的办公大楼让它灰飞烟灭。他是1个礼拜前讲过这个话，结果呢，现在呢就兑现了。
这个开城这个地点啊，它在二战以后啊，本来是划分给韩国的领土的。但是呢，因为中国介入了所谓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这个韩战结束之前，有一个板门店谈判。在板门店谈判以后，可以讲朝鲜就强行霸占这个开城呢，一直霸占到今天。开城这个地点距离韩国的首都首尔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我呢是专门到韩国去访问时候，到首尔是去过三八线韩国这一端，从三八线的这一端能看到朝鲜那边部分的地形地貌，所以我对那个地点是有印象的。那么开城工业园区呢，一直呢是韩国呢设于朝鲜境内营运的一个工业园区，双方都商量过，韩国企业呢在此设厂，雇佣的是朝鲜的劳工，然后呢他们向朝鲜上平壤政府支付工资。那么北韩也希望通过这个窗口呢，能够获得一定的外汇，让朝鲜一部分受过他们自己严格控制的这个朝鲜劳工呢到这来工作呢，给国家呢创造一定的外汇。韩国也希望呢，在开城工业园区呢设置工厂呢，能够获得朝鲜低廉的这个劳动力。这个本来呢就是一个双赢的计划。但是自从建成以后，这个开城工业区经常会发生各种问题，它一直成为最直接反映朝韩关系的一个温度计。所以说这次开城这个朝韩联络办公大楼被朝鲜一方主动炸毁，你至少是这些举动，你可以表明他们目的就是朝鲜在制造危机，朝鲜在故意挑事。按照我们网上讲，就是朝鲜在碰瓷。金宇镇呢是要刷存在感，他要引起国际关注，以便整个朝鲜在跟美国谈判，尤其是跟美国的核谈判在陷入僵局之际呢，他们现在用施压韩国的方式呢，引起美国对他们的关注，也让金宇镇呢在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对金宇镇这个个人进行一种关注。这毫无疑问是朝鲜他这个国家，朝鲜金三胖他这个政权里面的一个特意安排，就是为什么这时候他妹妹要尽量的多出镜，多引起人注意，就是让人们知道金宇镇在他们国家里面的政治生活中是起决定性地位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三胖不在的情况下，金宇镇是可以决定国家大事的，这就是向外面表明这个态度。所以说整个朝韩这次新炸毁这个办公楼的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就是朝鲜主动碰瓷，主动挑衅，金宇镇在刷存在感。金宇镇试图通过对韩国的施压，对韩国的主动挑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后让人们认可金宇镇在朝鲜的国家里面，这个执政党里面和整个国家里面政府里面的重要的地位，这是金宇镇他们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且金宇镇是当初率领朝鲜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和文在寅直接有过面谈的人，他跟文在寅是熟悉的，也就是最终解铃还找系铃人。文在寅必须要跟朝鲜一方谈，金宇镇现在就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谈你就不用跟我哥谈了，跟我谈就行了，我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所以说我觉得金宇镇在这个上面是刷存在感，是主动碰瓷，是碰美国的瓷，但是通过韩国炸毁韩国的大楼，给韩国施压来碰美国的瓷。这是整个这次朝鲜为什么主动炸毁朝韩办公大楼里面他们主要的一个目的。这两天共军和印度发生了呢冲突，也就是说有领土争端的地方，共军啊和印度的军队呢现在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双方都有伤亡。印度公布的他们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0几个，共军呢现在不公布他们具体的死亡人数。根据外媒的报道呢，共军大致死亡了40多个，也就是说中印双方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个冲突是不是中国和印度就意味着他们双方已经发生了战争，有可能双边这个共军和印军就真的打起来呢？我告诉你啊，你根本就不要这样去解读，也就是双方有争议的土地，共军呢和人家印度的军队发生了摩擦。这种天朝强大的军队碰到国土争端，碰到你那就是爱党爱国，什么虽远必诛的时候，现在不是虽远必诛，现在近在眼前啊！为什么你这时候不诛呢？这时候他们去跟人家打，只敢是棍棒和石头上了。他们镇压本国民众的时候是坦克车和机关枪啊，而真正碰到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时候，他们只敢石块或者是木棒上了。就石块和木棒上还被人家弄死了40多个啊，这什么水平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印度方面非常非常的强硬，印度的总理就明确就讲，在国土争端上面对中国是丝毫不让，寸土不让，而且印度的军队也一再强调他们大量的征兵。在目前来讲，争端的这块区域，可以讲共军根本就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如果真的打的话，共军根本是打不过人家的。
所以共军呢现在就只能是扔点棍棒、扔点石头，跟人家用10块去作战。他们镇压百姓，我不讲嘛，他们天安门广场他们都敢，坦克车、机关枪上的，都敢把国家正规的这些武器都上。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中共那么强大，你那么多军队，西部战区了、中部战区了，这时候上啊！印度现在已经打到国门口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啊，为什么不上啊？他们只敢棍棒和石头块上，而一边嘴狠，一边用石头块、用棍棒跟人家打，一边呢赶紧呢通过亚投行给人家送了11亿美金去。亚投行大家都知道是完全中共控制的，亚投行的行长也是中国人在担任。亚投行现在马上给印度紧急贷款10个亿，给他这10个亿干什么？说让他去解决印度现在的疫情。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到这个时候主动示好啊，对人家印度表示示好啊，给你送钱来了，银子送来了，10个亿啊，还不还再说啊。中共他一贯给出去的钱他都减免的，不用还的，送10个亿给人家就是表示中国的一种低软姿态。这就是中共吗？中共就是对老百姓最狠嘛，动不动要虽远必诛啊，要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啊。现在整个中印这么大的领土争端，这么多的军队在门口，只管用10块和木棒上了，你那个坦克车呢、机关枪呢？当时镇压人民的，现在为保卫国土怎么不上呢？这时候坦克开不上去了，机关枪运不上去了，机关枪打不出子弹来了。说句真话，就10块和棍棒，还给人家打个丢盔弃甲，还已经死了40多个，拿什么作战？共军除了吹牛逼，有什么作战能力啊？他们镇压人民才是最狠的，他们镇压人民是他们每次都是铁军，强大无比。但是真正碰到国土争端、保卫国家、保卫领土、保卫祖国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就只能是叠被子、文工团和茅台，他们就干这个行。真正打仗，他们棍棒10块都会死40多个的。那么网上都在传呢，美国政府呢刚刚批准了2亿美元，这个2亿美元呢给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由这个普渡大学呢负责来拆掉中国的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呢大致3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呢，美国政府要求美国的2家大的互联网的公司，一个是微软，一个是思科，或者这2家公司向中共在提供任何防火墙的这个系统的软件。那么美国的目标是在3个月之内，也就是要拆掉中国的防火墙，实际上就是赶在美国的大选之前了。如果大选之前防火墙就拆掉了，那么大量的网民就涌进来以后，这些网民就可以了解到海外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消息呢，可以讲叫真假难辨，因为过去呢多次传说过，美国呢要出钱，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他们有能力破除中国的防火墙，这种传言呢已经有很长时间。这一次由普渡大学来研究，美国下拨2亿美金，3个月之内拆除防火墙这个消息呢，我个人仍然认为呢，它不一定是十分准确的，只是呢我们网民一个很高兴、很有信心的、很鼓舞的一个消息。因为我个人最大的愿望，你防火墙拆掉那太好了。你如果拆掉中国的防火墙，至少我借名论推墙这个节目，至少要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听众来加入，来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可以这样讲，清醒的人越多，共产党肯定死的就越快。那么现在呢，中共是谁翻墙就抓谁，人家呢怕抓，人家就不敢翻了。如果没墙了，那么人人都可以随意上了，那共产党抓谁啊？说不准共产党的那些官员他们自己也在翻，他们也在看，而且各种手机上都是各种 APP 都可以翻墙了，大家都自由的浏览。你共产党你抓谁，人人都上，而这个墙没了嘛。墙没了就不能因为你再翻墙抓人了，所以说很简单，就是如果墙没了，对中国人民获得思想自由、思想解放是极大的好处的。美国政府他始终没有下决心做这件事。美国无论是资金还是美国的科技能力，美国都绝对可以破除掉中共的防火墙。问题就是美国政府要做，因为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呢，首先要打击中共的这些高级官员，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其实制裁是一方面，破除防火墙是另一方面，一个是惩治官员，惩治中共的腐败官员，惩治中共的那些违反人权的官员；一是呢要解放民众，也就是把防火墙打开以后，让普通老百姓，让他们能了解美国，了解世界，让共产党企图封闭中国广大民众的这道墙，首先把它推翻。那么至于惩办呢，那肯定要惩办，因为就在上个礼拜，美国国会有150多个议员，他们已经联合提出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呢，就是对中共的一部分高官，那么这些高官，他们是在人权方面有过迫害的高官，除了对香港、对新疆、对西藏迫害，对中国广大民众人权迫害的这些高官呢，要对他们惩处。那么根据海外国际媒体所报道，现在美国公布和掌握的中共高官已经达到了政治局常委韩正、汪洋这一级，因为韩正、汪洋他们这一级藏在海外的资产，每家都达到数十亿美元。那么除了他们2人，还有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的省部级官员，其中他们查明光韩正
网上列了一个韩正他家里面藏匿在海外资产和他老婆孩子的一个具体信息的一个表格，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表格里面就列明了，韩正的妻子叫万明，他出生日期是1954年11月09号。这个网上呢把他的护照号码都登出来。他本人呢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呢担任副理事长，拥有呢上海的绿地集团呢7%的股份。当然这个股份是分别由另外2个主要的董事长和股东帮他代持的，一个叫张玉良，一个叫许静。另外呢，韩正的女儿名字叫韩雪，他这个女儿呢是1986年10月15号出生的，网上也公布了他女儿的护照号码。他已经入籍了澳大利亚，他是绿地澳洲子公司实际的负责人，这是指韩正的女儿。那么韩正有一个情妇叫高素琴，这个高素琴呢是一个70后，1978年6月28号生的，比韩正呢最起码要小个20多岁。他的护照号码也被公布了。这个人呢原来是上海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个公务员。他和韩正呢有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的名字叫韩华西，是2005年11月22号出生的，护照号码也被公布。他已经是新西兰永久公民。这个就是韩正他的家属里面所有的具体情况，网上给他做的一个公布。那么除了韩正，除了汪洋，中共现在主管香港的官员，比方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玲、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还有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这些人他们在海外的资产，现在美国已经全部掌握，部分已经帮他们做了公布。这些人已经全部被美国议会议员们列在今年首先惩办制裁主要的这个中共高级官员的名单之上，所以这些人不久美国就会公布对他们的制裁措施。因为呢，上个礼拜呢，美国众议院呢，他150多个议员呢，他组成的这个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他发布的这个战略报告呢，他是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属是不得获得美国的签证的。如果已经获得签证和获得绿卡的，要给予他们吊销。他是整个针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这个党员的直系亲属。那他这个报告一出来以后呢，是得到了呢美国呢国会里面一部分人员认为呢，它的可行性呢，它的操作性呢是比较小。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9000万的党员，这么一个9000万庞大的组织，很多人呢是属于被迫加入中共的。因此，如果全面禁止中共这9000万党员和他们的家属的签证，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操作上很难。所以说呢，他们就把它修改成的什么？应当是禁止中共的高层领导，就是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7个政治局常委，包括中央委员会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呢参与中共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19大所有的2280名代表，这些代表的配偶和子女，他们这些人完全不可以获得美国签证，已经获得绿卡的要给予吊销，是好操作的。这是呢，这个报告最后他们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个9000万党员，很多人是属于被迫加入的。那么只能讲，美国的政治人物、美国的政治家、国会的议员，他们对中共的政治呢了解的还很片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中国呢，这个共产党根本不是被迫加入，可以讲只有党不要你，没有说你想加入是被迫加入的。在中国，所有加入共产党的人都是希望混到体制内，是希望按照共产党所分配的权利，在这个党组织里面用党的权利去获取个人的私利的。所有的共产党员基本上入党，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巧取豪夺，为了从共产党榨取韭菜头上分到自己的那一杯羹。只不过共产党的官员有限，共产党能够当到高官的这个位置有限，所以绝大部分的党员只可能是做炮灰，为共产党做奉献。他们当不上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当不上高级领导人的这些人就只能为共产党做奉献、做服务，而不是他们内心里面不想通过这个党获取个人的私利。所以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入共产党，他们是属于被强迫加入的，而是他们加入党的动机的时候，就是想跟着这个党去为虎作伥，然后混到一点个人私利。只不过呢，在共产党这个阶层里面，像宝塔一样获得权力、获得利益的人数毕竟是少数，因此大部分党员实际上是被这个党做奉献、做牺牲掉的。所以美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是被胁迫加入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是呢，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员
9000万党员和9000万党员的家属全部制裁呢，没有这个必要，操作性也很难，这一点我倒理解。说句真话，绝大多数的普通党员，他们还没有那么坏，他们也没有作恶那么多端，不是他们不想作恶，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作恶，因为党没有给他们作恶的权利。一旦给了他们权利，他们个个都作恶的。因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他们如果不是靠作恶多端，不是靠欺压百姓，他们是升不上去的。因此来讲的话，绝大部分那些碌碌无为的普通党员，他是没有机会，不是他曾经没有想过，他没有机会嘛，他当然就做不了恶，做不了恶的话，对这种人，美国要进行那么惩办的话，他们自己个人肯定是觉得有点冤的。但是美国呢，他的国会议员呢，他们是做了一个精确的统计的。中国历届中央委员这些官员，他们的儿子那一辈的人，大致有75%的人都已经拥有了海外的身份、海外的绿卡。至于这些人的孙子辈，基本上可以讲达到90%已经拥有了海外的身份和海外的绿卡。这些人的总人数最起码在100-200万人，也就是这100-200万人。完全是什么？是美国要进行控制和打击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委员、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包括这些省部级官员他们的直系亲属。问题是这些高官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早就把大量的钱财都转移到海外去了。只是呢，这些钱财转移到海外呢，基本上都在美元控制和美元系统的银行。那么，只要在美元体系的银行、美元体系的股市啊、美元体系的这些财团里面啊，也就是这些钱啊，实际上你最终都会受到美国的打击的。因为你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的股市，你最终只要变现，你只要把股票上那个数字变成现金的话，都一定是要变成美元的嘛。所以说，美国一旦发动制裁，所有的美元银行是不会允许你这个人把你自己的那些钱变成美元，让你把这个钱拿走的。你根本连开户的可能也没有，而且你开了户也会被冻结。那么你说你把这个钱通过别人代持，那你就有风险啊。别人代持的人这个钱在人家账户上，人家想怎么用怎么用，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你到法院起诉没有效啊。所以说代持有代持的风险，你给人家代持，人家完全可以闷了你这笔钱，或者是说人家甚至拿这笔钱到中纪委去，到纪委告发你。因此，你这个钱要给别人代持，代持的风险和你自己持的风险是一样的。所以，共产党的高官如果受到美国的制裁，他是没办法的。你不要认为这些钱你藏在外面，美国拿你没办法。我就举个例子，当年美国为了制裁利比亚的卡扎菲，美国和英国是分别冻结了卡扎菲370亿美元和120亿英镑的。而且，美英一冻结以后，其他西方国家都跟着冻结，意大利和荷兰都冻结了卡扎菲90亿欧元，加拿大、奥地利、瑞典都冻结了卡扎菲的60亿美元，法国冻结了10亿美元，瑞士冻结了他9亿美元。也就是卡扎菲当年在海外存了那么多钱，通通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它全部冻结，他一分也没有了嘛。那么卡扎菲能这么干？中共的高官你跑得掉吗？如果美国要制裁你中共的高官，你存在海外的银行，你那些钱，你真的觉得美国中情局没有本事把这些钱给你查出来吗？那只是看美国有没有把你列到名单里面去。列进去以后，每个银行自己就得查。如果银行瞒报，银行要受到美国的处罚的，就这么简单啊！你是美元体系啊，你有本事你用人民币嘛，你别用人家美元嘛，用美元你就会被美国制裁和打击。好，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这2天，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有一个河滨小学的小学生，只有10岁的小学生，叫廖可欣，他跳楼自杀了。这个廖可欣的跳楼自杀，它反映了中国现在教育制度是多么多么的无耻，中国的家长是多么多么的可恶，中国的孩子是多么多么的冷漠，中国的教育是把中国人最终把他们全部培养成麻木不仁的人。这个廖可欣只有10岁，他不过是写了一篇作文，这篇作文不过是对《西游记》孙悟空3打白骨精他自己谈了他自己作为一个10岁孩子的认识。他在他自己这篇文章的读后感里面，只是写下了这么一段评论，就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蔽。在当今的社会里，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这个孩子读3打白骨精里面，他分析和他自己评论和自己体会的，结合当今人士，他看穿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些虚伪。所以说，这个孩子本来这个文章是写了一个很好的表达他自己独立观点的这么一个评论，但是他的老师对他的这个批改意见是全部在这删除，还专门给他写下了要求他传递正能量的评语。那么这个老师他是为什么要对这个孩子要这样去做呢？除了这个老师是坚持中共的这个腐朽的教育制度之外，同时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他就是有很多私人目的的。
根据廖可欣母亲她提供的手机信息显示，有一个匿名的家长透露过，老师要求学生全部要去交补课的钱。但是廖可欣的成绩不错，他不需要去参加什么补课，所以他就不愿意去补课，不愿意去交这个钱。因此他这个老师就对他很有意见，平时呢经常是冷嘲热讽的。那么事发的那天呢，是这个孩子上作文课，老师批评他文章写得不好，全是负能量，批评了整整1节课，并罚他呢再写2篇作文。那么这个之后，这个小女孩只有10岁啊，她就受不了了，她痛苦地冲出教室，从教学楼的4楼纵身跳下。他跳下之后是有好几个男同学站在旁边的，但是事后当警察来调查的时候，也就是所有的学生已经接到了家长和老师的封口令，所有的学生跟警察讲，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的学生，就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把中国的学生培养成麻木不仁，培养出一个同学活生生在自己面前死掉，他们都说他们不知道。而他们的家长呢，他们家长就更可恶，他们的家长本身是有家长 QQ 群和微信群的，他们在 QQ 群和微信群里面就把这个廖可欣的母亲就把他踢出去了。踢出去的理由就是你的孩子已经死了，你不应该在我们家长群里面，我们讨论的事情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他们就把他踢出家长群，然后他们全部在群里面跟老师迅速结成一团，迅速的给老师点赞，迅速的靠拢老师。这就是中国的家长。中国人是什么？当灾难过来的时候，中国人就盼着这个灾难在别人头上，不要打击到自己头上，哪怕你是属于这个群体里面的其中之一。一旦这个灾难落到某一个人头上以后，马上就幸灾乐祸，马上就落井下石，马上就把这个灾难人踢出去，然后其他那些能够躲过灾难的人，这时候就抱成团，集体去踩别人。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中国的孩子只有10岁就已经被教育到，当他自己的同学活生生在自己的眼前跳楼死亡以后，警察来问时候，他说不知道，没看到，没这么回事。这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量的人，如果有某一个人，你有一天有灾难倒在路上，倒在马路上，哪怕是车祸，哪怕是中暑，哪怕是心脏病，随便你什么原因，当你倒在马路上时候，千百个人从你旁边路过，没有一个人看见，没有一个人会报警，没有一个人会管你的死活。这个社会就是冷漠的。这个社会的冷漠怎么造成的？这个廖可欣的死亡，这个廖可欣同学的反应，这个廖可欣他同学所有的家长群里面的反应，就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真实现状啊。而这个孩子的老师，他心安理得，这个孩子死是他自己死的，他的这个作文我批他没什么错，我们就是要正能量嘛。所以共产党号召的正能量就是永远要吹捧共产党，要点赞共产党。如果你任何有一点希望揭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的人，你就应该去死。你死了以后，所有人都认为你活该，而且他们会迅速的抱着团和老师组成一个团队以后，去陷害和落井下石这个死去的孩子。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教育，这个教育之下，只会让我们的子孙每一个人都变得十分的冷漠，十分的无耻。当灾难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哇哇大叫；当你自己死掉，你没有能力喊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谁也记不住的、谁也没有人管的一具丧尸。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培养无数的冷漠的、麻木的下一代，而这个一代一代的繁衍，最后人退化到连原始人的不如。没有是非，只知道把自己吃饱喝足，繁衍下一代。你觉得这是人类吗？这种人类跟动物有区别吗？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